Android Studio 创建基类。住房的类别层次结构。这是您要构建的类别层次结构的示意图。在根部有一个 dwelling， 它指定了适用于所有住房的属性和函数，类别4于蓝图。然后还有多个类别，分别对应方形小木屋、圆形小屋和圆形塔楼。类别 dwelling， 一个表示非特定住房的基类别，可存储所有住房通用的信息。Square cabin， 用木材建成的方形小木屋，建筑平面为方形。Round hut， 用稻草搭成的圆形小屋，建筑平面为圆形，它是 round tower 的父级。Round tower， 用石头建成的多楼层圆形塔楼，建筑平面为圆形。创建 dwelling 抽象类别。抽象类别是一种无法实例化的类别，因为它没有完全实现。您可以将其视为一个草图。草图包含关于某些事的想法和计划，但其中的信息通常并不足以完成构建。您可以使用草图、抽象类别来创建一个蓝图类别，然后基于后者构建实际的对象实例。例如 ，vegetables 中有许多所有蔬菜通用的属性，但您无法为某种非特定的蔬菜创建实例，因为您不知道关于它的某些信息，例如其形状或颜色。因此 ，vegetable 是一个抽象类别，每种蔬菜的具体细节交由子类别来确定。创建抽象类别 ，dwelling 像 vegetable 一样，也会是一个抽象类别。它将包含很多类别住房通用的属性和函数，但属性的确切值和函数的实现细节未知。转到 Kotlin 原地，然后在 main 函数下方添加入这些程式码，以创建一个名为 dwelling 的抽象类别。抽象类别的声明以 abstract 关键字开头。添加有关建筑材料的资产。1. 在 dwelling 中，创建一个类别行为 string 的 building material 变量来表示建筑材料。由于建筑材料不会变化，可以使用 val 使其成为不可变变量。运行程式，系统会显示错误消息。2. 将 abstract 关键字添加到变数定义中。如错误消息所示，您可以添加 abstract 关键字作为 building material 声明的前缀，以表明该属性不会在此处进行定义。添加有关可容纳人数的资产。住房的另一个属性是可容纳人数，即屋内可以住多少人。在 dwelling 中，添加一个名为 capacity 的 abstract 整数 val。添加有关住客人数的私有资产。所有住房都有一定数量的 residents， 因此应在 dwelling 副类别中定义 residents 资产，以便所有子类别继承和使用。1. 您可以将 residents 作为传递给 dwelling 类别构造函数的参数。residents 资产是一个 var， 因为住客人数在实例创建后可能会变化。2. 定义好住房的 capacity 和当前 residents 人数后，您可以创建一个函数 hasRoom 来确定该住房能否容纳其他住客。您可以在 dwelling 类别中定义和实现 hasRoom 函数，因为用于计算能否容纳其他住客的公式对于所有住房都一样。如果 residents 人数小于 capacity， 则意味着相应 dwelling 能容纳其他住客。函数应按这种比较方法返回 true 或 false。